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Sherwin。当你家里有小孩的时候，又想吃咖喱，会不会出现像我这样的问题？妈咪，我要吃咖喱。咖喱，你喜欢吃辣的呢？不喜欢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要吃甜的。别担心，让我教你如何同时做出大人和小孩两款的日式咖喱饭。顺便提一下，我的频道是介绍日本的家庭料理，有兴趣的话记得看完卡雷代时后再去看哦。欢迎收看育儿日本料理。今天吃什么？孩子说了算。首先介绍咖喱块，日本的咖喱块有上百种，通常会见到这几种。写着刚口的是甜味，中心的是中等辣味，新口的是辣味。我很喜欢吃辣，所以我推荐这个，这是爪哇咖喱，挺有人气的。小孩的话种类比较少，这个是最普遍的，从1岁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好，简单的介绍完咖喱块了，我们要做菜了。首先介绍材料，咖喱当然少不了洋葱，洋葱半粒，这是洋葱的切法，切大尺寸丁状。将洋葱磨成泥也 OK， 切丁状的话就能吃到洋葱的口感。这个也是依个人的喜好，磨成泥也行，切成块也行。洋葱切了后像这样剥片，洋葱这样剥开的话比较容易炒到均匀。接下来蒜米3个，用木铲或像我这样用刀将蒜米按碎，这样的话炒蒜米的时候会比较香，还有味道也会比较容易融合在咖喱里。然后将蒜米切片，再切成碎。蒜米和洋葱一样也可以磨成泥，不炒直接加入咖喱里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炒过的蒜米香味。接下来我用五菇，红喜菇或冬菇也 OK， 切掉五菇的蒂头，用手剥开小朵状。五菇不要洗，因为会洗掉菇的鲜味。接下来胡萝卜1条。大概250到300克左右，削皮后切掉胡萝卜的上端，然后像我这样斜切，这样切的话形状会比较均匀。如果赶时间的话，可以切小方块，这样比较容易软。像这样大块的话，就能吃到蔬菜的口感。我们家很喜欢吃马铃薯，所以我这次用了8粒。1粒大概100克左右，马铃薯切半。马铃薯的种类通常有2种，一种是适合做炖煮料理，另外一种是用来炒菜或沙拉。这是我用的比较容易软的，通常适合用来炒菜或者是做沙拉。依个人喜好，如果你不喜欢软软的马铃薯的口感的话，可以用适合炖煮的马铃薯。切好的马铃薯放进水里休息5分钟。我的咖喱喜欢放菠菜，放了菠菜的日式咖喱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的孩子不爱吃菜的话，可以试试加在咖喱里。菠菜洗了后，切掉后端粉红色的部分，切3到4等份左右。接下来要炒菜咯，开中火，锅里放适量的油，锅热了后放牛肉片，牛肉双面随便炒一下，牛肉不能炒太久，因为会变硬。接下来炒洋葱。然后炒蒜米，蒜米为何不一开始放呢？因为一开始放蒜米的话，很容易炒焦。所以炒了肉和洋葱放的话，可以留下蒜米的香味。
然后炒胡萝卜，炒马铃薯，最后炒五菇，然后全体炒一下。放水400毫升，盖上锅盖，开中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。我这个锅是无水锅，其实只需要一点水就能做美味的料理。无水锅做出的咖喱会太过浓稠，没什么水分，我们家都不太喜欢，所以就算用无水锅，我也会和普通的锅一样加水。然后在蹲着的时间，我去看看孩子在干什么。15分钟后开锅盖，然后用牙签确认马铃薯和胡萝卜软了吗？还没软的话，再蒸5分钟。之前切好的菠菜在这个时候放，这样就能留下菠菜的口感。我的咖喱会放罐头番茄，这也是我的咖喱美味之处。放了后，全体慢慢搅拌一下。刚刚忘了在加入罐头番茄之前取出浮沫，现在取出浮沫还来得及。取出浮沫后，再次搅拌一下。这个时候要同时做小孩和大人的咖喱。先准备一个小锅，将小孩要吃的量取出来，放进小锅里。我大概取出能吃2次的分量，这个分量是我小孩可以吃2次。准备孩子用的咖喱块，这个一盒里有2包咖喱块。这次我只用1包。先将咖喱块分成4块，然后放进咖喱里，开小火炖煮，试一下味道。太浓的话，从大锅里再加些汁。味道确认之后，才加入大人的咖喱块。接下来是大人的咖喱块，一样是一盒里有2包咖喱块。将咖喱块分成4块，然后加入咖喱里，轻轻的搅拌均匀。要注意一下，加入咖喱块的时候，一定要开小火，不然咖喱很容易弄焦。搅拌的时候难免会弄碎马铃薯，所以建议像我这样切大块，就算碎了还是能吃到马铃薯块。咖喱块全部融化后，再试试味道。如果觉得有点太浓的话，可以加一点水来调味。所以一开始我不建议放太多水，因为一开始放太多水的话，味道淡了就不能再调了。大人和小孩的咖喱块都融化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
哇哦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流口水了呢？我的大人和小孩的日式牛肉咖喱饭完成了，日文叫卡列赖斯。你喜欢我做的卡列赖斯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卡列，因为做一次可以吃2天，然后它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可以同时满足大人的辣味，还有小孩的甜味，可以在同样时间内做不同的风味，真的很省时。如果你没吃过日本的咖喱，或者是吃过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做法的话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尝试做来尝尝。我的小孩的保育员每星期园里都会做咖喱这道菜，可想而知日本人有多爱咖喱。我的频道除了介绍日本家庭料理之外，还会分享做菜的秘诀，还有一些小资讯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给我动力，点赞，还有订阅我。拜拜，下星期见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。